中国国之重器歼20是世纪骗局，让北京震怒的实战数据把天才总设计师送进了监狱。今天我们来聊聊一架战斗机的故事。这架战斗机被中国官方称为国之重器，绰号威龙，号称能与美国 F-22猛禽一较高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空中利剑。它的名字叫歼20。可就在2026年3月，这把利剑忽然断裂了。先是他的总设计师杨伟被中国科学院除名，院士头衔一夕蒸发，个人简历从官网彻底消失。紧接着，掌管整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前董事长谭瑞松被大连中级法院以贪污受贿超过7亿人民币的罪名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更令人震惊的传闻是，有人爆料说歼20的真正身世竟然来自一架俄罗斯竞标失败的淘汰品。杨伟的罪名据说不仅仅是腐败那么简单，而是欺骗了最高领导人，把一架垃圾战斗机包装成了世界先进的隐形战机。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歼20就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了，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整个中国军工体系常年累积的结构性腐败，照出了弯道超车思维背后那些被掩盖的技术空洞，更照出了一个问题。当一个国家把国防科技变成了政治表演，那所谓的国之重器到底是真正的武器，还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我们从头说起。在讲歼20之前，我们先来理解一个概念，什么叫第5代隐形战斗机？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如果把空战比作一场黑暗中的搏斗，那第4代战斗机就是2个拿着手电筒的人在互相照射，谁先照到对方谁就赢。但第5代战斗机不一样，它等于其中一个人穿上了隐形衣，把手电筒关了，然后戴上了夜视镜。你看得见他，他也看得见你，但他看见你的时候，你却看不见他。这就是隐形战机改变游戏规则的地方。有了它，你可以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突入对方领空，摧毁关键目标后全身而退。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大国都在拼命研发这种东西，因为谁掌握了它，谁就在空中拥有了绝对的主动权。一切要从1997年说起。那一年，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22猛禽战斗机完成首飞，全世界第一次见识到了第5代隐形战机的真面目。它宽大棱角分明的机身看起来就像科幻小说里走出来的东西，雷达散射截面据说只有 0.0001 到 0.0002 平方米，几乎就是一只小鸟的雷达反射面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敌方雷达在上百公里外根本看不见它，而它却能在远距离先发现你，先锁定你，先开火。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性、先进航电，这4个 S 开头的标准从此成了第5代战机的入门门槛。而在这之后，全世界就开始了一场追逐 F-22 的军备竞赛。俄罗斯搞了苏57，但进度缓慢，性能也饱受质疑。中国则在2011年让歼820完成首飞，2017年正式服役。速度之快震惊了西方，但速度快就意味着东西好吗？很多人心里都打着问号。而现在杨伟的落马似乎终于让这个问号变成了惊叹号。要理解歼20的争议，我们得先聊聊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名字，米格 1.44。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穷得叮当响，米高扬设计局手里捏着一架叫米格 1.44 的技术验证机，这是苏联时代为了对抗 F-22 而研发的项目，采用了3角翼加压式布局的非常规设计。它在2000年2月29日好不容易完成了首飞，但也就飞了1-2次，就因为资金彻底断裂而下马了。苏霍伊后来拿到了俄罗斯5代机的研发合约，搞出了苏 -57， 米格 1.44 就此成了航空史上的一个注脚。但问题来了，航空界广泛流传一个说法，2000年代初陷入严重财务危机的米格设计局可能把米格 1.44 积累了10多年的风洞测试原始数据和电传操纵底层算法打包卖给了中国，不是卖飞机本身，而是卖数据，卖设计思路，卖那些用真金白银烧出来的空气动力学实验结果。中国的成飞似乎是买了一些和米格 1.44 有关的资料，而沈飞则据说受到苏霍伊的影响比较深。你看，歼20和米格 1.44 乍一看确实有几分神似，
都是压翼加三角翼的布局，都有双垂尾。全球顶级航空分析师比尔·斯威特曼曾经指出，歼20的前机身横截面、巨大的全动压翼位置以及机翼与机身的融合方式，在几何逻辑上与米格 1.44 高度重合。他的意思很明白，这种复杂的超音速气动平衡，如果没有现成的风洞数据，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凭空设计出来。而俄罗斯军事观察家巴拉涅茨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山寨外国的产品是中国历来的传统。他说歼10-20上能看到美国 F-22 的机头，俄罗斯米格 1.44 的压翼布局等外国技术，唯一自己设计的机身又太长了，是那种发育不良不成比例的过长。当然，中国方面一直坚持歼20是完全自主研发。杨伟本人也曾公开表示，设计之初就深入挖掘了压翼在提升升力方面的巨大潜力。听起来很专业很自信，但问题是专业和自信不等于真实，而今天杨伟的下场似乎在暗示某些东西被隐瞒了很久。说到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很关键的技术问题，设计一架像歼20这样气动布局极不稳定的战斗机，最难的不是画图纸，而是数位飞控算法。什么意思？现代战斗机为了追求机动性能，故意被设计成静态不稳定的，就是说如果没有电脑控制，飞机自己根本飞不稳，会像失控的陀螺一样乱翻，全靠飞控电脑每秒钟做几百甚至上千次的微调，才能让飞机保持稳定飞行。这套飞控算法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每一个参数都需要海量的风洞测试和飞行数据来校正。斯威特曼就指出，如果歼20真的从零开始自主研发这套算法，那耗费的时间和资源将远超中国实际投入的。而如果他们有米格 1.44 的底层数据作为起点，一切就说得通了。另外，还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时间线，米格设计局是在2000年代初陷入最严重的财务危机，而成飞正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开始了歼机20的前期研究。2002年成飞正式启动歼20的研制工作，2011年就完成了首飞，从启动到首飞只用了9年，这个速度在航空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的 F-22 从设计到首飞花了10多年，而且美国的航空工业基础比中国强得多。中国是怎么做到的？要么是杨伟真的是百年一遇的天才，要么就是他们有一些外界不知道的捷径。说到压翼，这就是歼20最大的争议焦点，也被很多西方军事专家认为是它的先天基因缺陷。什么是压翼？简单说，就是装在机头两侧的一对小翅膀。传统战斗机的水平尾翼在机尾，而压翼则把类似的控制面移到了前面。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产生额外的升力，让飞机在机动性方面更灵活。但坏处呢？巨大的坏处。压翼偏转的时候会产生强度很大的镜面反射回波。什么意思？就是雷达波打到压翼上，会像打到一面镜子一样被反弹回去，直接告诉敌人的雷达你在这里。这对一架号称隐形的战斗机来说简直是致命伤。美国在设计 F-22 和 F-35 的时候，为了追求极致的隐身性能，在设计之初就排除了压翼方案。这不是美国人不知道压翼的好处，而是他们算过账，知道隐身和压翼不可兼得。那为什么中国偏偏要用压翼？斯威特曼的解释非常直接，他认为这是动力不足下的无奈选择。因为中国的发动机推重比不够，不得不靠压翼产生的超大升力来弥补动力的劣势。换句话说，压翼不是创新，而是妥协。而这个妥协的代价就是歼20在隐身性上存在先天缺陷。美国退役上校维纳布尔说过一句话很扎心，他估计歼20在能够对抗 F-22 或 F-35 之前就已经没命了，因为他身上有足够多的尖刺，会产生比美国战机大得多的雷达回波，让 F-22 和 F-35 能在更远的距离就看到它。你还没看见敌人，人家的导弹已经朝你飞过来了，这种仗怎么打？更麻烦的还不止压翼问题。有报道披露，歼20只有大约一半的隐身功能，这背后还牵扯到中国2大飞机制造厂沈飞和成飞之间的恩怨。据说当年空军搞第5代战机的时候，成飞中标，但中航工业总公司非常不满，在沈飞的运作下，
强行把歼20后半机身的制造分包给了沈飞。结果呢，后半机身的隐身性能非常差，成了歼820最大的败笔。一架战斗机前半截是程飞的心血，后半截是沈飞的将就，拼出来的东西能上战场吗？美国国家安全杂志总结了歼20的4大弱点：没有机炮，引擎不可靠，压抑损害引擎，机动性较差。虽然中国方面对每一条都有反驳，比如说现代空战已经不需要机炮了，涡扇15引擎正在改进中之类的，但说归说，做归做，真正的考验从来不在嘴上，而在战场上。其实关于隐身问题，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美国为 F-22 打造的机库是恒温恒湿的豪华机库，采用各种顶尖技术来保护隐形涂层，因为温度和湿度的变化会让涂层剥落，导致隐身性能下降。而歼星20的机库呢，有媒体曝光过央视新闻画面中歼20的停放设施，相比之下相当普通。如果歼20真的拥有与 F-22 同等级的隐身涂层，为什么不需要同等级的保养环境？答案可能很简单，因为它的涂层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个等级，自然也就不需要那么讲究的保养条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歼20的机身后部，也就是发动机喷口的位置，隐身处理明显不如 F-22。F-22 的喷口采用了扁平的锯齿形设计来降低红外特征和雷达反射，而歼20的喷口就是传统的圆形。从正面看，歼20也许还能凑合，但从侧面和后方看，它的雷达信号和红外信号就大了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分析师说歼20充其量只能从正面隐形，而美国的 F-22 和 F-35 可以做到全方位隐形。那么歼20的心脏病，也就是发动机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这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航空工业最大的痛点，持续了几十年都没有彻底解决。很长一段时间里，歼20用的竟然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AL-31F 发动机。这是什么发动机？这是苏联时代为苏 B-27 战斗机研制的第4代发动机，用4代机的心脏去驱动5代机的身体。这就好比你把一台家用轿车的引擎塞进了一辆跑车里，外壳再怎么拉风也跑不快。俄罗斯人嘲讽说，4代机的航空发动机怎么能飞出5代机的性能？中国后来声称自研了太行涡扇10发动机，又宣布开发了更先进的峨眉涡扇15。2023年，官方宣布涡扇15技术瓶颈已经全部克服，开始小批量生产。但外界始终存在质疑，因为就在2018年，中国军事媒体自己就曾踢爆过，涡扇15还在高台试车阶段，连装上试飞平台都没到，装备歼膛20还需要等7年。从那时算起到现在，时间其实也差不多刚好。但问题是，这中间有多少是真正的技术突破，又有多少是被美化过的进度报告？发动机寿命更是一个硬伤。美国研发 F-22 的 F-119 发动机，寿命能达到至少8000个小时，而歼20使用的太行发动机寿命据报只有2000小时，仅为 F-22 的1/4。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一架 F-22 能飞的时间，中国需要4架歼20轮换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在和平时期，这只是钱的问题，但在战时，这就是生死的问题。美国战争研究所的专家麦金尼斯说得很形象，他说，在航空业界长期以来有一个关于中国的玩笑，就是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造出自己的喷气发动机。他认为，即便中国通过各种方式缩短了差距，目前仍然落后美国至少10到15年，而这10到15年的差距不是靠砸钱就能填平的，它需要的是基础材料科学、精密加工能力以及数十年积累的工程经验。其实，航空发动机的难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一台现代战斗机发动机的涡轮叶片要在上千度的高温和数万转的高速旋转中稳定运作，使用寿命还要达到数千小时。这需要的不仅是设计能力，更需要顶尖的材料科技和精密制造工艺。有人打过一个比方，造原子弹的难度其实低于造一台可靠的航空发动机，因为原子弹你只需要它爆炸一次就行了，但发动机你需要它在极端条件下可靠，运作成千上万个小时。中国在这方面的短板由来已久。当年仿制米格
21的歼7据说有70%的故障都是液压系统造成的。到了歼20时代，虽然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但核心的发动机技术仍然是最大的瓶颈。有报道称，歼20每小时的飞行成本大约在人民币50万元左右，与美国 F-22 相当。但问题是，花了同样的钱，得到的发动机寿命却只有人家的1/4，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说到缩短差距的方式，这里就不得不提歼20故事中最黑暗也最真实的一章了——技术窃取。2014年6月，住在温哥华的华人苏斌被加拿大警方逮捕，罪名是帮助2名中国同谋进行黑客活动，入侵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伺服器，窃取了包括 F-22 和 F-35 战斗机以及 C-17 运输机的机密军事资料。后来澳洲媒体报道，中国间谍从美国窃取的 F-35 相关机密资料多达50太字节。50太字节是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5000万页的文件。这些数据随后被应用在歼20的开发中。前美国国防部代理副部长安德森在接受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间谍活动，歼部20不可能有现在的先进程度。他说，中国花了10多年的时间反复研究美国的联合攻击战斗机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歼20的设计和建造中。他还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们最终补贴了他们的研发预算，因为他们成功地窃取了我们的秘密。2022年，中国政府情报官员徐延军因间谍罪在美国被判处20年重刑。他试图窃取多家美国航空和航天公司的商业机密，包括专有的飞机、发动机、风扇技术。这是第一个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并判刑的中国情报官员。2025年5月，美国总统川普在卡塔尔的一场圆桌会议上更是公开指控，他说中国抄袭了 F-22 的设计，他们看着 F-22 说就是这个，但他们无法复制我们的引擎和其他核心技术。英国王室三军研究所的研究员布朗克也指出，歼20包含了许多从 F-22 和 F-35 复制的特征，包括机头锥体造型、机头下的光电瞄准系统以及侧面安装的进气口设计。前美国海军作战专家威克伦德更进一步解释说，仅仅制造出一种隐身的外形，只是满足了隐身性能众多方面的一部分。他比喻说，把美国的雷达吸波材料交给中国，就好比是将大马士革钢刀交给不懂冶金的匠人，匠人会认识到这把刀的品质卓越，但无法对其进行逆向工程。所以歼20到底是什么？它的机头像 F-22， 光电系统像 F-35， 压抑布局像米格 1.44， 发动机长期依赖俄罗斯，雷达吸波材料是自己摸索的，但效果存疑。说它是自主研发，恐怕连内部人士都心知肚明。有人做过一个很形象的总结，歼20就像一道大杂烩，从俄罗斯借来了气动布局的底子，从美国偷来了隐身概念和航电思路，然后用自己的厨艺把这些食材炒在一起。问题是，这位厨师的手艺还不太稳定，锅也有点漏，火候也掌握得不好，炒出来的菜外观看着还行，但到底好不好吃，只有真正尝过的人才知道。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敌人在战场上尝过这道菜的味道。好了，技术层面的问题先放一放，我们来看看更触目惊心的部分——军工体系的腐败。2026年3月25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董事长谭瑞松犯下贪污罪、受贿罪、内幕交易罪和泄露内幕信息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书里的数字令人啧舌，从1998年到2024年，长达26年的时间里，谭瑞松在担任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中航工业副总经理、总经理，直至董事长等一系列职位期间，为他人在企业并购和承揽项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 6.13 亿余元。另外，他还侵占公共财物8993万元，再加上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总贪腐金额超过7亿人民币。法院的通报用了4个字来定性，叫靠军功吃军功。你能想象吗？
一个国家最先进战斗机的研发生产，背后竟然有一个26年来一直在上下其手的蛀虫。而且更可怕的是，谭瑞松只是冰山一角。从2025年到2026年初，中航工业集团的管理层几乎被连根拔起，总经理郝兆平被免职，副总经理杨伟被除名，前董事长周新民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中国工程院也有3名军工院士遭到除名，分别是雷达专家、核武器专家和飞弹专家。自2022年以来，至少有9到10名两院院士被除名，大多来自航天、飞弹、核武和雷达领域，甚至连中央军委科技委原主任刘国志的院士信息也被悄悄撤下。他是中国高功率微波技术研究的主要开创者，曾担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有分析认为，他所领导的机构中可能充斥着造假问题。这些清洗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中国军工史上前所未有。回溯2023年，火箭军就已经爆发了一场反腐风暴，多名高级将领落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在那场风暴中被拿下。从火箭军到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再到航天军工企业和相关大学，反腐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个角落。有人会问，反腐不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腐败能够持续这么多年而不被发现？谭瑞松贪了26年，杨伟在体制内一路高升了将近40年，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而更深层的问题是，当反腐变成一种政治工具，用来清洗不忠诚的人，而非真正解决制度问题的时候，它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今天被清洗的人也许真的有问题，但明天呢？谁来保证下一个上来的人不会继续同样的游戏？而杨伟呢？这位曾经的天才少年，15岁就被西北工业大学破格录取，22岁研究生毕业后就投身歼十战机研发。他先后担任7型战机的总设计师，2011年让歼20成功首飞，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22年当选中共20大代表。在中国军工界，他就是一座活着的丰碑。然而2025年1月，中航工业悄悄更新了官网，杨伟的个人简历被撤下。到了2026年3月，中国科学院更新院士名单，杨伟的姓名和简历被彻底删除。随后，他的母校西北工业大学也从知名校友名录中删除了他的名字。风传媒的分析文章指出，杨伟与谭瑞松共事近15年，牵连明显。外界推测，杨伟可能涉及研发经费挪用或性能数据优化，以争取更多预算。更有传闻称，杨伟主导的飞控系统与歼20的压抑布局存在严重失误，压抑产生的稳流不仅没能增加主翼升力，反而干扰了气流稳定，导致歼20在特定飞行包线内极不稳定。甚至有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有人声称，最高领导人在了解到歼20的真实状况后极为震怒，因为杨伟等人长期以来向上级吹嘘歼20是首款自主研发的重型双发隐形战机，性能相当于美国 F-22猛禽。而最高领导人对航空技术并不了解，竟然全盘相信了这些说辞。现在真相露馅了，一切都晚了。当然，我必须强调，这些传闻的来源多为海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匿名爆料，真实性无法独立核实。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杨伟确确实实从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名单上消失了，他的母校确确实实把他从校友名录中删除了，他在中航工业的职务确确实实被免除了。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这种全方位的抹除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这些传闻目前都无法从官方渠道得到证实，但杨伟从云端跌入深渊的事实本身，已经足以让人对歼击20的真实性能产生严重怀疑。最让外界觉得讽刺的是，歼20在实战中的隐身，不是隐身性能好的那种隐身，而是它本身从来没在任何实战中出现过。2026年初，中东局势爆发，美军发动了史诗之怒行动。在此之前，中国驻伊朗武官曾在伊朗空军节的仪式上，向伊朗空军司令赠送了一架大比例的歼 T-20模型。国际媒体普遍认为这是北京的一种外交姿态。
然而当战争真的打响之后呢，至今没有任何人在战场上发现歼20的踪影。它既没有出现在伊朗的天空，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场真正的军事对抗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色列空军早在2018年就已经用 F-35I 对真主党进行了实战测试。美国的 F-22 和 F-35 更不用说，累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和数据。F-35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交付超过1000架，630架在美军服役。每一次实战，每一次演习，都在为这些战机积累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帮助工程师不断改进性能，帮助飞行员不断完善战术。而歼20呢，它在真实对抗环境中的表现是一个完全的空白。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对比， F-22 的雷达散射截面距估计大约在 0.0001 到 0.0002 平方米之间，而专家对歼20的评估是 0.08 到 0.3 平方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雷达面前， F-22 大约是一只蜜蜂的大小，而歼20却是一只大鸟甚至更大。F-22 的隐身能力比歼灭20强了至少800倍。假如 F-22 可以在100公里的距离发现歼20，而歼20可能只能在70多公里才能发现 F-22。在空战中，这20多公里的差距意味着 F-22 的导弹已经发射了，而歼不20的飞行员甚至还不知道有敌人在附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退役飞行员们在被问到歼20的威胁时，往往表现得很淡定，不是因为他们轻敌，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技术差距有多大。而歼20呢，它最大的亮相表现大概就是在珠海航展上飞个15分钟，或者在天安门阅兵时排着队飞过头顶。2019年国庆阅兵的时候，5架歼20参加了空中梯队，但后来有人揭露，当时全军一共只有8架歼20服役，升空6架，地面备份2架，空中还有1架备份。用这种数字去吓唬谁？台湾方面也有过一次很有趣的事件，有侧录资料显示，一架位于15000公尺高空的不明共机曾遭台湾空军广播驱离，飞行员竟然回呛说这里都是中国空域，这排除了无人机的可能性，歼20的嫌疑大幅上升。但如果真的是歼20，它被台湾雷达发现并且被广播驱离，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它的隐身性能恐怕没有宣传的那么神奇。台湾方面随后紧急将中科院还在验证中的被动式雷达车前进部署到澎湖地区进行测试，据了解就是专门用来侦测歼20的。军方内部认为歼死20应该已经开始参与出海航训任务，而有军事学者分析称，虽然被动雷达车对侦测歼20不能太过乐观，但至少说明台湾方面已经在认真研拟反制歼歼20的战术战法。换句话说，即便歼歼20的隐身性能真的很强，对手也没有束手无策。而如果它的隐身性能其实很弱，那所有关于它的威胁评估就都需要重新计算了。当然，我们必须客观地说，并不是所有分析都认为歼21无是处。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报告评估认为，歼20的机队规模可能已经突破300架，远超美国 F-22 的186架。詹氏防卫周刊更发表评论称，歼20专案非常成功，但这些评估也遭到了质疑。有分析指出，歼720的实际数量和官方宣传之间一直存在巨大落差，而且从发动机供应量来判断，产量不可能像宣传的那么大。更关键的是，数量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便中国真的生产了300架歼靶20，如果隐身性能打折，发动机寿命只有对手的1/4，雷达吸波材料无法达标，那这些数字不过是纸面上的威风。歼20的故事其实是中国整个军事现代化叙事中的一个缩影。回顾中国战机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歼11是仿制苏联的苏27，歼16的来源是苏霍伊的苏30MKK，歼10被认为参考了以色列的狮式战机。到了歼20，这个模式达到了巅峰。它的设计可能融合了米格 1.44 的气动数据， F-22 的机头造型和隐身概念， F-35 的光电瞄准系统，再加上俄罗斯的发动机。
每一个国家的影子都能在这架飞机上找到，唯独自主研发这几个字显得最虚幻。中国官方曾经在2009年新浪的一篇报道中声称，受阅的歼8、歼10和歼11都是中国自主研发，歼11是拿着苏联的图纸生产的，也叫自主研发。歼16更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了赚钱替中国量身定做的苏 30MKK， 经过逆向工程搞出来的，官方却堂而皇之地称之为我国自主研发。这种对自主研发的定义之宽泛，在航空业界恐怕是独一份的。到了歼20，同样的套路只是换了一个更华丽的包装而已。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军工体系存在一个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大跃进思维从未真正消失。当年大跃进的时候，时间一到就要有成绩，达不到的主事者就要倒霉。现在军工系统也是一样的逻辑，你报了一个研发计划，画了一个宏大的蓝图，上面给了天文数字的经费，到了截止日期你必须交出成果，真做不出来怎么办？那就优化数据，美化报告，把达不到的指标说成已经达到，把存在的问题说成正在解决。这种体制性造假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驱动力，那就是军费本身就是一块巨大的利益蛋糕。中国2026年的军费预算已经突破了 1.9 万亿人民币，这笔天文数字的钱要怎么花，由谁来决定？监督机制在哪里？在一个项目审批高度不透明的体系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有人说过，武器发展需要大量的钱，而且是一个漫长的研发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多少钱被高官拿走了，真的很难知道。甚至有人指出，刻意延缓研发速度并非不可能，因为延缓速度可以跟政府拿更多预算，从中上下其手。更可怕的是，反腐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学者指出，杨伟等院士本是专业权威，却因为与高层沾边而被除名，显示政治安全凌驾一切。结果是整个军工体系人人自危，研发人员不敢创新，怕背锅；高层不敢拍板，怕卷入下一轮追责。而从商飞调来接替的新管理层，又可能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反腐反掉了蛀虫，但也可能反掉了真正做事的人。而经费中间被一层层截流，关键零组件被以次充好，性能测试数据被人为修改，最终呈到最高领导面前的报告是光鲜亮丽的，但飞在天上的那架飞机却可能是千疮百孔的。从这个角度看，杨伟的命运其实早就注定了。他要么真的是一个科学天才，在技术上成功驾驭了所有挑战，要么就是一个精通体制规则的聪明人，知道如何在这套游戏中说正确的话，交出正确的报告。如果是前者，他不应该被除名；如果是后者，那歼死20的真实性能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测试下一代战机了，成飞正在进行一款罕见采用3具引擎配置的第6代战机歼36的飞行测试。如果歼36能在未来几年内逐步量产，歼20是否还值得大规模扩充就成了问题。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如果制造歼40的那套体系没有彻底改变，如果靠军工吃军工的腐败文化依然存在，如果性能数据依然可以被美化，那歼36又会比歼20好到哪里去？归根结底，一架战斗机的性能取决于3个东西：设计理念、工程实现和体制保障。美国的 F-22 之所以强大，不仅因为洛克希德马丁有天才工程师，更因为整个美国军工体系有相对透明的监督机制，有竞争性的采购流程，有独立的测试评估机构，有严格的品质管控标准。而中国的军工体系呢？一个董事长可以26年贪污7亿而不被发现，一个总设计师可以带着问题设计一路升迁到院士和党代表，一架战斗机可以在从未经历实战的情况下被吹成世界先进。歼20到底是不是世纪骗局？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够精确，更准确的问法应该是，在一个充满腐败、缺乏监督、信息高度不透明的体制下，我们怎么能确定任何一件武器装备的性能数据是真实的？当设计师可以为了邀功而夸大指标，当管理者可以为了利益而偷工减料，当整个体系的激励机制鼓励的是报喜不报忧，
那国之重器和世纪骗局之间的距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任何一个军工体系如果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内部制衡，都有可能走上同样的歧路。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军事信息几乎完全不透明，外界无法独立验证任何官方公布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一架战斗机的真实性能就成了一个永远的黑箱。你可以选择相信官方的说辞，也可以选择相信西方分析师的评估，但真相到底是什么，只有当他面对真正的对手的时候才会揭晓。而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纸包不住火。歼20的故事告诉我们，火有时候确实可以被纸包住很久很久，但迟早有一天纸会烧穿。而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付出代价的不是那些已经被清洗的官员和科学家，而是那些被欺骗的人民，以及那些可能在未来某场战争中驾驶着这架飞机升空的年轻飞行员们。这就是歼子20的故事，一架承载了太多谎言的战斗机，一个被腐败掏空的军工帝国，一面照出体制深层病灶的镜子。至于它是不是真的能打仗，也许只有真正开战的那一天才会揭晓。但愿那一天永远不要来，因为如果歼20真的是一场骗局，那上了战场之后摔下来的不仅仅是一架飞机，而是无数人的命。回顾整个故事，最令人感慨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杨伟15岁考上大学，22岁投身航空事业，花了大半辈子设计战斗机。如果他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个体制就毁掉了一个天才；如果他真的是在造假，那他浪费的不仅仅是数百亿的研发经费，更是整个国家本可以用在正途上的宝贵时间和资源。无论哪种情况，最终受害的都是那些真心相信国之重器的普通人。而歼20呢，它依然停在机库里，偶尔出来飞一飞，偶尔出现在官方的宣传片中。它的雷达散射截面到底是多少？它的涡扇15真的好用吗？它能不能在实战中对抗 F-22？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我们至少知道了一件事：在一个不透明的体系中，最危险的敌人从来不在天上，而在地上。